全世界最大的10座寺庙。说起寺庙，你可能会想起许多庙宇的名字。那么，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寺庙有多么巨大吗？有的寺庙一根柱子就比2个成年人的身高还要粗，而它的大殿内有54根这样巨大的柱子。有的寺庙在千年岁月里一直是仅次于埃及金字塔的世界最高建筑，有的寺庙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建成，而全世界最大的寺庙绕着走一圈就要25公里。今天奇趣最套将带您探索全球10个令人震撼的寺庙，请先点击订阅。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吧。第10名，斯里兰干神庙。斯里兰干神庙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科弗里河中的斯里兰干岛上。这座神庙占地面积为 63.1 公顷，是印度最著名的毗湿奴神庙之一。这里供奉着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卧像兰甘纳塔。这座神庙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撼，整个神庙被7个同心的矩形围墙所环绕，象征着印度教宇宙观中的7个行星系统。神庙最引人瞩目的是21座色彩鲜艳的塔门，神庙主入口的塔门更是高达72米，是整个神庙内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每个塔门上都装饰着大量描述印度教神话的雕塑和雕刻，这些塑像栩栩如生，色彩丰富，让人非常震撼。在神庙的主神殿里供奉着毗湿奴的卧像，它象征着在宇宙循环的间歇。毗湿奴斜倚在蛇神阿难陀身上沉睡，当毗湿奴从沉睡中醒来时，一朵莲花从他的肚脐上长出来，花中孕育着创造之神梵天，意味着新的宇宙循环即将开始。寺庙中还包括39个亭子、50个子神殿以及数个小水库，这些水库在寺庙的仪式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朝圣者圣域的重要场所。第9名，苏州崇元寺。苏州崇元寺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2年，距今已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作为禅宗佛教的重要场所，崇元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寺内的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建筑面积高达2100平方米，是中国大陆寺庙中最大的单体建筑。崇元寺大雄宝殿的高度约38米，和13层楼房高度相似。殿内供奉着3尊高 18.5 米、重112吨的巨大青铜主佛像。在3尊主佛身后，还有一组面积达315平方米的南海观音雕塑群。除了大雄宝殿，崇元寺的另一大特色是水上观音院。寺内观音阁内供奉着一尊高达33米的观音圣像，这尊观音像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室内观音像，同时也是大陆第2高的观音铜像。崇元寺的建筑群还包括山门、天王殿、钟鼓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教寺庙建筑体系。崇元寺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也是苏州乃至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以巨大的建筑和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吸引着各地的信徒和游客前来朝拜和参观。第8名，支陀林佛塔。支陀林佛塔又称舍利子塔，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塔之一。这座宏伟的佛教建筑位于斯里兰卡的古城阿努拉达普拉，它建造于公元3世纪，距今1700年历史。佛塔的塔基直径约为112米，占地面积约 23.3 万平方米，共使用了约9330万块砖头。佛塔建成时高度约为122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佛塔，而且当时它的高度仅次于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和哈夫拉金字塔，也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上第3高的建筑。支陀林佛塔的石门柱也非常巨大，它的高度接近11米，石柱上还刻着各种精美花纹图案的装饰浮雕。在古代，曾有1万名和尚在这里修行。如今，虽然经历了上千年的时光侵蚀，这座佛塔残存的高度只剩下约70米，不过如今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塔。第7名，蒂卡尔第4神庙。蒂卡尔第4神庙位于中美洲危地马拉的古代玛雅城市蒂卡尔，是一座金字塔形神庙，也被认为是玛雅世界中最高的建筑。这座神庙建立于公元741年，最初是为了纪念去世的玛雅国王雅克金王而建造的。在玛雅文明衰落之后，蒂卡尔神庙被遗忘在丛林中，掩盖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19世纪，西方探险家才重新发现它们。蒂卡尔第4神庙高度可达72米，是当时玛雅人天文观测和祭祀的重要场所。站在这座神庙的顶端，
可以俯瞰整个蒂卡尔古城和123号神庙以及周围的热带雨林。蒂卡尔4号神庙还是保存最完好的玛雅建筑之一。整个神庙建筑由基座、阶梯和金字塔顶端的神庙组成，连接神庙的阶梯非常陡峭，阶梯的斜度可达70多度。整个建筑展示了玛雅人的精湛建造技术，也反映了他们对宗教和权力的深刻理解。蒂卡尔第4神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此外，这里还是1977年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新希望》的拍摄地之一。第6名，巴勒贝克神庙。巴勒贝克神庙位于黎巴嫩的贝卡谷地，这座神庙的巨大让人震惊。大约5000年前，腓尼基人在这里修建了祭祀太阳神巴勒的庙宇。后来，罗马人在腓尼基神庙原址上不断扩建，经过200年的建设，巴勒贝克神庙群才基本竣工。这里供奉着万神之神朱庇特、酒神巴卡斯和爱神维纳斯，其中朱庇特神殿是巴勒贝克神庙中规模最大的神殿。这座神殿的基座由800至1000吨的巨石堆砌而成，其中最大的3块巨石重量超过1200吨。5000年前建造神庙基座的腓尼基人是怎样搬动巨石，并将它们精确地堆叠在约7米高的基座上的，至今仍是令人费解的谜团。除了巨大的石基，朱庇特神殿的石柱同样让人惊讶。整个神殿由54根巨大的石柱支撑，这些石柱高度可达22米，而且石柱的直径足有 2.3 米粗。在经历过多次地震之后，现在巴勒贝克神庙的大部分已经倒塌了。不过，朱庇特神殿仅剩的6根巨大石柱仍然非常壮观。与朱庇特神殿相比，巴克斯神殿的体积要小得多，但它却是保存最完好的罗马时期神殿之一。这座建筑以精美的雕刻和装饰闻名，它的主入口门楣上的巨石重量约60吨，也是另一个工程奇迹。巴勒贝克神庙的建造技术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些巨大的石块如何开采和运输，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第5名，东大寺。东大寺位于日本奈良东部，是日本华严宗的中心寺庙，也被称为大华严寺。这座寺庙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东大寺最著名的建筑是寺内的大佛殿，这座建筑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物。大佛殿正面宽度约57米，深度约50米，高度约48米。大殿内部供奉着高约15米的释迦摩尼法身铜像，这座铜像于公元749年铸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佛像之一，同时它也是日本最大的铜佛像。寺庙的主入口南大门高度约 25.5 米，是日本最大的木造大门。东大寺在公元1181年时因为战争被焚毁，负责重建东大寺的重元上人曾多次前往当时的南宋，因此东大寺重建时他引入了许多宋朝的建筑技术和设计理念，而且还从南宋邀请了7名工匠参与了东大寺的建设。来自南宋明州的匠师陈和清实际主持修建了寺庙南大门。东大寺的建筑风格深受中国南方建筑样式的影响，这种宏大、简约、明快的建筑特点也被认为是日本镰仓时期建筑风格的新形式。1998年，日本东大寺作为奈良古都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第4名，阿克萨达姆神庙。阿克萨达姆神庙是印度新德里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被誉为现代印度文化与古老宗教传统的完美融合。这座神庙位于新德里东部的亚穆纳河畔，2005年11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神庙占地超过100英亩，有超过11000名工匠和志愿者历时5年共同完成。神庙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古代印度的建筑工艺，它的主殿由粉红色砂岩和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整个神庙没有使用任何钢铁和混凝土，被认为是印度教仿古建筑的最高水平代表。整个神庙非常庞大，主殿高43米，宽96米，长110米，外部还装饰了超过2万个雕像。主殿中心供奉着斯瓦米纳拉扬神的镀金神像，这座神像高 3.35 米，周围还环绕着其他神灵和圣贤的神像。阿克萨达姆神庙每日都会举行印度教的传统祷告和宗教活动，在印度教重要节日如排灯节和象头神节期间，寺庙还会举办大型庆祝活动。阿克萨达姆神庙
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庞大的综合性印度教庙宇，每年都有着数以百万的游客前来阿克萨达姆神庙参观。第3名，卡纳克神庙。卡纳克神庙位于埃及卢克索市，是古埃及文化和宗教的象征性建筑之一。卡纳克神庙以浩大的规模和壮丽的建筑而闻名。这座神庙不仅是一个宗教圣地，也是古埃及历史的见证。这里的建筑巨大到令人震撼，整个建筑群包括大小神殿20余座，占地达30多万平方米。主体建筑是供奉太阳神的阿蒙神庙。这座神庙始建于3000多年前的17王朝。神庙的大柱厅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个大厅的面积约5000平方米，有134根石柱。这些石柱分成16排，中央2排的柱子最为高大，它们直径可达3.57米，高度21米，柱子顶端承托的大梁重达65吨。石柱和周围建筑上的浮雕展示着古埃及人的高超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卡纳克神庙不仅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也是他们进行社交、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第2名，婆罗浮屠。婆罗浮屠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中国的长城并列，被誉为世界7大奇迹之一，而且它还被认为是南半球最大、最古老、最壮观的佛教圣迹。婆罗浮屠占地约15000平方米，中央圆顶距塔底35米，周长约120米。整座佛塔共有9层，下面6层为方形，上面3层为圆形，顶层的中心是一座圆形佛塔。这座佛塔被72座中型的舍利塔所包围，每座舍利塔内都端坐着佛陀的雕像。这些佛像和舍利塔共同构成了婆罗浮屠的宗教核心。婆罗浮屠的建筑材料大多取自附近河流，整个建筑使用了大约55000立方米的石料，石块之间用榫卯结构连接。建筑完工之后，工匠们还在石块上雕刻了精美的浮雕，这些浮雕总面积可达2500平方米。围绕着环形平台还有72座透雕细工的佛塔，佛塔内有佛龛，每个佛龛都供奉一尊佛像。婆罗浮屠的整个建筑呈金字塔形，在外形上如阶梯状的锥体，它的设计和构造体现了佛教密宗的曼陀罗义理。建筑底部的坛基代表欲界，上面的方形台和浮雕回廊则代表的是色界，而圆形台和顶部的中型苏堵波则象征的是无色界。如今婆罗浮屠以巨大的建筑规模和独特的历史价值，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前来参观和研究。第1名，吴哥窟。吴哥窟位于柬埔寨暹粒省，是吉尼斯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大宗教建筑群，它占地162.6公顷，整个建筑群全长24.8公里。吴哥窟的遗址公园占地面积更是达到惊人的400多平方公里。吴哥窟始建于12世纪，由高棉帝国国王苏耶拔末2世主持建造。寺庙的名字吴哥窟意思为城市的寺庙。吴哥窟不但是一座宗教建筑，也是高棉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吴哥窟建造之处是印度教寺庙，13世纪后逐渐转变为佛教寺庙。它的建筑布局体现了印度教的宇宙观的核心理念。整个寺庙群以中央的5座塔楼为核心，代表的是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其中主塔楼高度达到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这些塔楼由砂岩建造，雕刻精美，充满宗教意涵。塔楼被一系列的回廊和庭院包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而且吴哥窟的外墙还覆盖着全世界有史以来最长的连续浅浮雕，这些浮雕记录了宗教故事，同时也描绘了高棉人生活的场景，是研究高棉文化的重要文物。寺庙外围还环绕着一条宽约190米的护城河，这条河不仅是防御工事，也是象征海洋的宗教元素。如今吴哥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每年吸引数以百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如果有机会来到吴哥窟参观，你也一定会被它的宏伟气势和艺术魅力深深震撼。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看了上面的这些寺庙，你还知道哪些规模宏大的寺庙？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欢迎点赞评论并将它转发给您的朋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